哈喽，大家好，我小明，今天继续聊2020年烧脑悬疑剧《极地暗杀》的第6集，也是大结局了。梅吉撞见了艾妮卡，追问曾经5号基地的真相。莎拉和艾妮卡讲述了自己的不适应，而艾妮卡显然也遭遇到了莎拉如今的境遇。亚瑟作为知名教授，所有的研究成果与成就都被他一并拿走，这让莎拉十分的不甘心，但却又无可奈何。基地里，约翰看着5号基地的采访录像，他找到了梅基，想让他继续回忆当时的情况。梅基告诉约翰，当天夜里，他逃到了艾妮卡的房间，发现了艾妮卡后，艾妮卡带着他来到了冰道，把求救信号放在了冰墙上。当梅基继续追问到底是发生了什么，无奈的艾妮卡终于说出了当年5号基地发生的事情。在8年前的一个夜晚，大家正在大厅里开宴会庆祝几周后夏天的到来，冬天的结束。此时莎拉也被亚瑟叫到了房间，在房间里，亚瑟忍不住想要非礼莎拉，但是莎拉十分的抗拒。此时艾妮卡就在屋外，她本可以阻止亚瑟，但她却回到了房间，静静的看着亚瑟威胁莎拉，逼迫莎拉听自己的话。亚瑟告诉莎拉，自己能够成就她，也可以毁了她，但是莎拉还是无法接受。慌乱的退让中，莎拉跌倒在地上，头撞在了桌子上。艾妮卡见到此景，赶紧进屋查看之下，发现莎拉已经死亡，鲜血染了亚瑟一身。亚瑟躲在角落里，嘴里说着这是意外，都是意外。莎拉也愤怒的让他闭嘴，甚至要让他付出代价，但是亚瑟却说自己是不能出事的，不然研究全都毁了。于是艾妮卡冷静了下来，她让亚瑟脱掉染血的毛衣，并说自己会劝说大家，让大家一起做伪证。艾妮卡来到大厅，把莎拉的死告诉大家，大家群情激愤，他们根本无法相信亚瑟是如此的残忍。这时艾妮卡也劝说大家帮助亚瑟掩盖真相。一开始大家都无法置信，艾妮卡居然会这样，大家都绝不同意做出这样的事情。迈尔斯、尼尔斯甚至拉蒙都表现出让亚瑟付出代价的意见。这时艾巴也质疑艾妮卡居然是为了功名利禄这样对待自己的朋友。可是艾妮卡凭借3寸不烂之舌，连带着各种威胁，让大家同意了此事。他威胁艾巴，告诉他出轨艾瑞克的事情，威胁拉蒙公布他的录像。他拿着每一个人的把柄，让大家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亚瑟烧毁了5号基地，成功的掩盖了莎拉的死亡真相。约翰听到这里十分的激动，他不相信自己最爱的艾妮卡是这样的人，他愤怒的起身，转身离开了梅基的房间。可是在自己的房间里，他回忆起了过往，原来当日达米安跳楼前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就是给艾妮卡的。他告诉艾妮卡自己留下的证据，真相终究会有一天会被发现的。那天艾妮卡被吓得摔掉了杯子，这是再看看艾妮卡留下的纸条。约翰其实心里已经接受了梅基的话。约翰来到了亚瑟的房间，告诉他自己已经知道了一切，可是亚瑟依旧是极力的否认。他告诉约翰，梅基所说的所有话都是道听途说的，根本是不值得相信的。可是约翰却告诉亚瑟，米克检查了莎拉的尸体，证明她是死后才被烧的。这时约翰再次来到了梅基的房间，继续听他讲述之后的事情。那天夜晚，艾妮卡说完过往的事情之后，她准备去附近的阿根廷基地，但是最后却因为暴风雪而改道去了加拿大基地。约翰顿时赶紧让同事去寻找，而这里梅基继续告诉约翰，当艾妮卡出发后，亚瑟拿着枪出现在自己的身后，他想追杀艾妮卡，还想杀了自己。可是小丘出现跟亚瑟打斗在一起，这也引发了小丘被杀，自己只能拼命的逃跑。后来自己引亚瑟来到了地下，用计把他锁在了基地外的冰道里，自己则是躲了起来，直到约翰等人的到来。这时同事告诉约翰，已经找到了艾妮卡的雪地车。约翰来到雪地车前，发现了被冻死的艾妮卡，还有那件带血的毛衣。通过对雪地车的检查，约翰发现雪地车的油管被人动了手脚。他拿着毛衣愤怒地找到亚瑟，他告诉亚瑟，他要为自己犯下的过错受到惩罚，他的名誉，他的研究，他的生命，他的一切将会被毁灭。警察终于来了，约翰把事件和警察介绍了一遍。亚瑟因为害怕而选择了自杀，但是却又被约翰等人救了下来。在被押走的途中，亚瑟见到了梅基，他愤怒地朝他大喊大叫，却依然无济于事地被人带走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。房间里，梅基穿好衣服准备离开此地时，约翰来看他，还把手机和电脑还给了他。在约翰离开后，梅基用电脑和莎拉的大女儿通了电话，而此时谜底才真正被揭开。原来梅基才是真正的凶手，为什么要犯下如此残忍的凶案？因为他就是莎拉的小女儿，他所做的一切只为了复仇。雪衣是他带进基地的，也是他故意让约翰看到的。这里的所有人都该死，只有小丘是无辜的，是他抱歉的。回到飞机上，梅基看到了小丘的影子，他问梅基是不是也曾想到过收手呢？可是梅基并没有回答。此时他的鼻子流出了血，
或许这也预示着他本就命不久矣吧。极地暗杀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。看完整部剧，让我想到了另一部剧集《极地恶灵》，所讲述的同样是发生在极地的惊悚故事。两艘最先进的舰船向北极进发，不料却被困在了冰天雪地里。129名船员为了生存，自相残杀殆尽的故事。比恶灵更可怕的是人性。极地暗杀亦是如此，人性的黑暗，隐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秘密，才是杀死一切的最终真凶。我是小明，我们下期再见。